他们这些实力同样都做不了什么，就算是主宰境巅峰的顶尖强者也于事无补。毕竟这是对方是一位神祇，神祇之下皆是蝼蚁，主宰者也不例外。虽然主宰者是一方世界的顶尖存在，可是在大周的神祇面前就显得无比的渺小，而这种渺小之下便是能够感觉到主宰与神祇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就是人与神的差距。同样的，虽然他们不怕死，就算不敌对方那位神，也要共同抵御，阻止先天神毁灭天元界。一旦先天神降临至诸天，各大诸天中必定会哀鸿遍野，尸横遍地。天元界最高守护战力归墟神殿，如今的这里可谓是各大诸天最为瞩目的地方，因为一旦先天神降临，必定会在第一时间入侵这里，先瓦解了归墟神殿，然后再开始逐渐的入侵各大诸天之中。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归墟神殿就是各大诸天域的最强存在。但是这一点四大古神也早已经想到，所以也已经集齐其他诸多的圣者，也就是主宰者陆陆续续的赶来归墟神殿。如此的阵仗，倒是引得数万年都不曾传出任何消息的归墟神殿，如今风头无比的威武。因为一旦天元界受到危机，归墟神殿才会出现，召集天元界中顶尖势力的强者，一起联合抵御强大的外敌。此刻在归墟岛南面区域的一座山峰上，以金罗、苍渊、地龙、赤鸡四位古神为首，诸多主宰者以及顶尖主宰巅峰的强者静静盘坐，他们的目光似乎可以洞穿虚空，看到归墟岛中央区域的山峰上，而他们都是带着一丝忐忑与不安的心情，感受着虚洞外围被一股无形而恐怖的力量封锁起来。此时此刻，以他们的实力也无法看到虚洞内的具体情况，只是有着隐隐感知，在虚洞内肯定有着非常强大的能量，似乎在孕育着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金罗古神目光之中有着一丝忐忑，虽然他并不知道虚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萧炎是否顺利的在自己体内种下神果，炼化神火，但那股恐怖力量的出现，无疑是让他们有着一种在沙漠中见到绿洲般的欣喜若狂。但在古元天蜕变冲击第一序列的先天神，那股神威之气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恐怖了。苍渊古神一声叹道，即便先天神蜕变之处是个大诸天之外，距离也是极其的遥远的古元天，但那所散发的神威，就连他们这第三序列神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在此前或许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可现在竟然完完全全的被对方那所散发出来的神威轻轻松松就能够压制。难道说先天神成功迈出了那一步，成为第一序列神了？诸多顶尖强者的心里也出现了一抹震惊之意。如果真的被先天神迈出了那一步，整个天元界或许就真的陷入地狱毁灭的边缘了。不管如何，眼下的局面是无法改变了，能够多一个变数也终归是好的。赤鸡古神说道，其余大尊也是点头表示认同。一旦先天神蜕变彻底的完成，诸天就会迎来毁灭，而诸天对此没有任何应对的方式，所以如今在这座归墟岛上，灵动牧尘的实力也大大的提升许多，特别虚洞中所孕育的那道恐怖力量，说不得就会是诸天最后的一丝希望。一道道目光再度怀着忐忑与希冀的投向虚洞，就算隔着非常之远的距离，可是在拥有神之力量的四大古神眼眸中却是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也只能静静地等待着谜底揭晓。而时间就在等待着继续的流逝之时，第二等级世界则是爆出了更是令所有人都更加震惊的事件。此前第二等级的天人界放出消息，准备集结所有的力量攻占天元界。此消息一出，顿时令的其他大界的生灵都是震撼无比。虽然说天人界攻占天元界不是第一次，不过能够让天人界再度对神纪元的天元界发起进攻，着实有些胆魄。只不过很久之前，天人界以为自己的大界战力很强，入侵天元界，最后被天元界的一些准神强者瞬间重伤陨落，付出了极大的惨痛代价。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天人界依旧没有放弃侵占天元界的念头。此前天人界也得到消息，天元界正在进行诸天气运之争，并且也知道了天元界似乎也面临着一场灭世灾劫。而就是因为天元界如今将所有的战力集结起来，将重心移到对抗这一场灭世灾劫上，天人界抓住了这一次入侵攻占天元界的最佳时机。而且在诸天气运之争的那段时间，天人界也是派人潜入过天元界，暗地里和先天神族达成了协议。如此好的机会，天人界可不想错过。天人界联合先天神族一起对抗各大诸天生灵，就算是天元界的最高守护战力再强大，也得招架不住吧，并将以前的代价加倍奉还。距离天元界非常遥远的天人界，此时天人界中充斥着浓浓的战意，无数天人界的强者面露凶悍之意，而在他们的头顶上空处竟然悬浮着几百艘巨方舟，而这些方舟就是用来穿梭各个大界之间的工具，只有这些方舟才可以在咒海中无尽的穿梭，不然就算你是一方世界的主宰者，也无法在咒海中生存下去。唯有主宰之上的神方才能够在咒海里随意穿梭，而在整个天人界，强如幽阴主也没有突破神指境，不过如今竟然在先天神族的特殊秘法下成功突破到准神境。除了幽阴主是准神之外，还有2位也同样达到了准神，他们皆是天人界10大种族前3的强大存在，天阳主和天流主。如今整个天人界的底蕴
与先天神族的合作之下，也达到了一定的提升。特别是将这些实力达到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层次的顶尖强者，再度帮其突破准神桎梏。想要从最强主宰巅峰突破准神，必须要在体内种下神灵之物。没神灵之物虽然很罕见，可是对于先天神族来说，这是非常的容易。毕竟他们可不是人，而是先天神灵。天人界，天山。天山乃是天人界中最雄伟、最庞大，也是元气最浓郁的一座山峰，其中还有诸多的奇珍异宝。只不过天山里的所有资源已经在这几年时间里供给一些实力不凡的强者当作修炼之地，诞生出了诸多的主宰者，甚至是最强主宰也是非常之多。此时在天上的最高处，9大种族之主俯视下方，原本10大种族其中的天人族已经被萧炎、灵动木陈3人在千元界给灭族了，所以只剩下9大种族，而这9大种族的底蕴都是比天人族要强大很多。9大之主对着各自的种族的族人吩咐道：接下来我们天人界将要全力进攻天元界，只要我们不要退缩，便是能够攻占天元界，甚至将我们以前所付出的代价加倍奉还给他们。幽阴主大人万岁，天阳主大人万岁，天流主大人万岁。下方一道道欢呼声鹊起，整个天人界都是无比的震撼。对于入侵天元界，他们也是必须势在必得。而现在9大种族中最厉害的便是幽阴族，其次就是天阳族第2和天流族第3，这3大种族是目前整个天人界前3的存在。大家准备上方舟吧，抵达天元界还有一段时间呢。幽阴主的声音传入下方无数人的耳朵之中，而抵达天元界还需要3个月的时间，毕竟相隔甚远，就算乘坐穿梭方舟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抵达。收到幽阴主的命令后，下方的无数强者开始爆发出惊人的世界之力，看样子个个都是超脱圣品的主宰者。无数道身影冲天起，一眨眼的功夫便是出现在高空中的数百艘方舟之上，那等气势无比的浩荡，几乎将天人界的全部强者都拉上了。毕竟这是一场不能输的大界之战，必须集合天人界最强的力量，才有机会霸占天元界。毕竟天元界乃是第2等级世界之首，还是神纪元世界，其中的资源丰富不说，如果一旦成功占据天元界，那么他们这些天人界的强者实力将会得到更高的提升。见到所有强者已经上了方舟，幽阴主与自己身边的天阳主和天流主对视一眼，便是对着不远处的其他种族之主开口道：诸位之主，我们也启程吧。当年的仇恨，这一次我们的将会加倍奉还给你们，并且将你们全部都踩在我幽阴主的脚下，哈哈哈。说到最后便是大笑了起来。对于这次的行动，幽阴主非常的自信，毕竟他们还有先天神族这等强大的存在，最为自己的合作势力。而且先天神族的先天神，就算是天元界的那几位神对面先天神的时候，都会感到一丝忌惮。我记得当初在纪元遗迹里将我差点杀死的那人，好像也在天元界。幽阴主的拳头微微紧握，对于那个黑袍青年的男子，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竟然当初自己被对方差点杀死，所幸自己没有陨落，而是自身被那萧炎的强大招式所重创。好在回来天人界后，经过疗伤，那些伤势也开始逐渐的愈合，并且实力也比之前强大的数倍不止。因为幽阴主的实力已经达到准神境，成为一位货真价实的准神强者。这个境界可是仅次于神指境的层次，准神的领域也不是那么好踏入其中的，唯有找到神灵之物，种下神骨，再炼化吸收神元之气，便可以冲击准神境。而幽阴主、天阳主、天流主3大种族之主，便是靠着先天神族给的资源，彻底的超脱主宰，终究迈出了主宰之路的尽头。幽阴，这一次我们便帮你一起将这小子给擒住，然后任由你处置。此时天阳主说出自己的一个想法，虽然他没有见过萧炎本人，但是对于萧炎的那等天赋与实力，必定在他彻底的成长起来之前，就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好，那么我们便即刻启程，前往天元界。话音落下，幽阴主的身影率先掠出，化为一道流光，直接出现在了最前方的方舟甲板上。随后其他种族之主也来到了自己的各自方舟上，而想要启动方舟的行驶，则是需要放入由世界本源之气所凝练而出的主气丹，方可启动这些方舟。不过既然要攻打天元界，他们天人界之人早就想好了一计策，然后各艘方舟将主气丹全部放入甲板的最前方位置。随着主气丹的放入，每一艘的方舟上便被一股启动的能量给包裹起来，甚至也可以说这是方舟的防御能力，同时也是防止方舟进入咒海之后不被那空间里的风暴乱流给影响。幽阴主站在所有人的前方，带着众多顶尖强者开始以天元界的方向行驶而去。这一刻，幽阴主露出自信的诡异微笑，便是已经看到了自己已经胜利的画面，声音压得极低道：萧炎，这一次你死定了，本幽主将会彻底击杀你。然后数百艘方舟皆是爆发出惊人的波动，以极快的速度飞上天人界的最高处。那里有着一道混沌的世界壁魔，只要冲出世界壁魔，就可以穿梭在无尽的咒海之中。远远看去犹如是流星雨般的画面，直接冲出了世界的壁魔，然后开始朝着天元界的方向穿梭而去。天星界一处巨大的宫殿之中，聚集着这个大界中的顶尖强者。
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隐隐的散发出主宰者的波动，而这些人皆是在苍穹榜上留下姓名之人。第2等级世界的底蕴还真的不是第3等级的世界可以相比较的。当初大千世界连一个主宰者都没有，如今想必也有数位了。而对于第2等级世界来说，数位的主宰者简直就是少之又少。他们大界之中，主宰者至少都有数百位之多，特别是天元界，主宰者的数量更是达到数千人。这就是神纪元的天元界与天人界和天星界的区别。不然为什么天人界会想方设法地入侵天元界，抢夺其中的资源？此时在宫殿的最前方，一位中年男子身披法袍，眼神极为的深邃，只要有人对上他的这双眼眸时，就会不自觉地陷入空间漩涡之中一样。而他就是天星界的最强之主天星主。天人界又开始行动了，恐怕这一次又是一场大界之战。天星主说话间，便是散发出一道惊人的可怕气息，而这种气息不是主宰巅峰气息，而是超脱主宰之上的准神气息。看来在这段时间，这位天星主恐怕也突破到了准神境。在不是神纪元世界之中出现准神境强者，足以说明这方世界的气运究竟是何等的高。就算是出现一位准神，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看样子这方世界之中似乎也有着神灵之物的诞生，只要有神灵之物的出现，那么这一方世界中就有一丝神元之气。虽然神元之气不多，但是能够让其中一位顶尖强者突破主宰成为准神，也是一件非常震撼人心的事情。因为准神的力量虽然还达不到真正的神奇力量，但却是远超最强主宰巅峰的存在。可以说准神可以轻易地抹杀诸多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这就是准神的可怕之处。很显然，天星界的天星主已经踏足准神领域，整个天星界的底蕴也是增加了几分。天心，这天人界的野心还真不小，当年入侵天元界反被重创逃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还是选择进攻天元界。此时一位老者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喃喃说道，而这位老者乃是仅次于天星主的顶尖存在，实力也是达到了半步准神境。这天人界这一次的进攻恐怕是早已准备好一切的代价，而且要知道天元界乃是第2等级之首的大界，其中的准神强者诸多，还有真正的神奇，如此的可怕底蕴，就算天人界联合我们天心界都是无法有几率侵占天元界，也不知道这天人界哪里来的勇气。说话的是另一位枯瘦老人，他看过去老态龙钟的模样，但是身上的一股气息可比任何人都强大，而且他同样也是半步准神境的一位顶尖强者。而下方还有很多的顶尖强者身影，也是露出疑惑的面色。的确，为什么底蕴完全弱于天元界，竟还是做到不放弃进攻天元界的野心呢？天星主的目光在这些顶尖强者身影之上扫了扫，然后眼眸微转，似是在想着这件事情的缘由。但很快一道令所有人听了都惊骇起来的声音传入到他们的耳朵之中。我想这一次天人界如今大费周章选择进攻天元界，肯定也知晓天元界的底蕴，仅仅是凭借他们的力量断然无法攻占天元界，除非天人界的背后有神秘之人相助，又或者说和一些特殊种族联手，只有这样天人界才敢与之一搏。众人闻言之后沉默了片刻，按照天星主所说的话，也的确分析得很对，不然他们也实在想不出可以让天人界如此大胆的进攻天元界。而现在也有人疑惑，其中一位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顶尖强者好奇地问道，那么天人界的背后究竟有何神秘人相助，又联合了哪些特殊种族势力呢？天星界想了想，并将自己的想法全部说了出来。毕竟能够成为一方世界之主，自然可以获得诸多的信息来源。此时天星主从龙椅上缓缓地站了起来，来到下方众人的面前，缓缓地出声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天元界最大的对手是谁吗？最大的对手？众多强者心里开始回忆天元界的对手，在他们脑海疯狂回想的时候，那一位半步准神境的强者则是眼神一动，身躯微微一怔，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声音都变得有些诡异起来。天心，你难道说的是数万年前差点将整个天元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圣族？圣族？在这位老者说出圣族2个字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不管实力有多么的强大，都是不自觉的身躯一颤。他们也是听说过天元界还有一个一直与诸天对抗的圣族，只不过这圣族在数万年前的时候就被天元界的最强之神元尊给剿灭了圣族所有族人。难道说这圣族还没有完全的被灭杀？圣族拥有特殊的能力，特别是圣族之神，他可以窥探未来的某一角，然后可以提前安排自己的计划。或许圣族就是靠着自己的特殊能力，再次在为数万年后卷土重来。我想这个几率更大。前不久天元界诞生出新天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变故，这种变化就连第3序列神的神奇都无济于事。我想那新天中的突变必定与圣族之神脱不了干系。天星主分析地说道，
对于圣族，他们天星界也是了解一二，而且圣族不是人类，而是神灵。如果一旦天人界与天元界的圣族联合，那么自然就知晓了为何天人界还是选择大举进攻天元界。这是一场有备而来的大界之战。如此一来，那对于天元界不是非常的不利吗？如果真的是圣族之神与天人界那些人联合，就算是天元界的那些第三序列神的神奇都会吃不消。圣族之神的实力可是距离第一序列神只有半步之遥的恐怖存在啊！下方的众多顶尖强者开始纷纷议论起来。如果一旦天元界的那些第三神都抵不住的话，天元界就真的被天人界侵占。一旦天人界获得天元界的资源，成为第二等级之首的话，他们天星界也会受到来自天人界那些野心勃勃之人的压制。到时候，天星界也会与天元界一样的下场，被视为目标。想到这里，这些身为天星界顶尖的存在，神色都开始隐隐有些慌张起来。他们知道天人界的那些人可不是善类，一旦成为第二等级之首，必定会统治整个第二等级的各大世界。当然，天星界作为一方的大界，必然不会让天人界统治他们的世界，所以天星主已然有了打算。诸位，天人界野心勃勃，试图吞并天元界，还联合圣族之神，做到里应外合。确实，如果一旦成功的话，我们天心界也会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大界之战。所以，今日将你们聚齐这里，主要是想援助天元界一起对抗天人界，必须让其计划落空。天星主的声音不大，可是传入每一个顶尖强者耳朵中的时候，便是极为的震撼。既然天星主已经发话，这些顶尖强者也点点头。这是关系到自己世界的危机隐患，必须要铲除。好，今日我们便集结天心界所有的顶尖战力，前往天元界援助。宫殿内的所有人都发出震耳欲聋声，他们现在必须要团结一致。虽然平日里这些都是统治天星界一方地域的最强巅峰主宰者，今日也必须听从天星主，集结顶尖战力，为维护自己的一方世界。那么接下来的几日时间中，我们准备一下，便前往天元界援助。一道霸气的声音回荡在宫殿之中，其余的顶尖强者拱手回应。是。他们虽然是一方地域的最强主宰者，对，但是在天星界最强之主的面前，依旧有着恭敬之心。旋即这些身影便是消失在宫殿之中，然后天星主望着这些身影的离去，目光则是望向宫殿大门外的遥远天际，那双深邃的眼眸犹如是洞穿了虚空一般。这一次的大界之战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时间又过去了1个月，这1个月之中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事情，而且就连古元天都非常的平静，并且没有散发出丝毫的强大能量波动，似是完全的消失了一般。这诡异的一幕也让的所有诸天强者都感到非常的好奇，这难道是先天神冲击第一序列神失败？不然以先天神的性格，早已经降临诸天，灭杀诸天中的一切生灵。可是在这1个月之中，并没有出现先天神的身影，而古元天都是无比的安静。而古元天最后一次的可怕气息传出，乃是1个月前，在此之后便是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不仅让的诸天中顶尖强者感到无比的疑惑，就连归墟神殿的4大古神都是疑惑至极，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难道真的是先天神冲击第一序列之位失败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对于天元界乃是一件大好事情。可是真的是如此吗？由于就算是第3序列神也无法进入到古元天探查究竟，也确知古元天中的具体情况，所以只能等待先天神的出现。如果是对面冲击第一序列之位失败的先天神，这对所有第3神来说就不会那么忌惮了。虽然对面第2序列神力的先天神同样会处于劣势，可是相对于拥有了第1序列神力的先天神已经好很多了。归墟神殿之中，4大古神面面相觑。金锣古神道：林动和牧尘那边也还没有动静吗？他们2人似乎此前获得了神灵之物，不过并没有那么顺利，其中发生了与神灵之物间的战斗。不过好在他们2人拥有祖符力量和原始法身力量，才将那2道神灵之物给抹除了意识。说话的地龙古神，他对于归墟岛上所发生的事情极为的关注，因为灵动牧尘还有萧炎是他们诸天倾尽所有最好的资源给予他们修炼，希望能够在修为上突破更高的境界。但是在这3年的时间里，不管是萧炎还是灵动牧尘，依旧是沉浸于其中的修炼，似乎突破神指境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先天神也没有动静，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到古元天之中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情况，并且还会有一场大战即将来袭，而且还是灭界性的大战，总觉得不太安稳。一旁的苍渊古神面露担忧之色，毕竟到了他们这等境界，如果都有这种危机质感的话，那么基本都是非常的准确，而这种感觉是针对古元天这段时间的异常安静。此时赤鸡古神也是有些感同身受，这是女人方第6感，感觉古元天的异常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在4大古神在说话间，归墟神殿的一位情报者的身影出现在其面前，恭敬道：禀报古神大人，据情报，天人界已经集结所有的最强战力，驾驶着数百艘方舟，朝着我们天元界驶来。闻言，4大古神之一地龙古神双眼迸发出一道金芒，然后语气极为平淡的道：天人界吗？看
看来是真的还要入侵霸占我们的世界。之前已经重创他们，竟然还是贼心不死，这次真的来犯，必须将其灭之。而身旁的其他古神则是觉得此事极为不简单，他们知晓天人界的底蕴，可远远比不上天元界的强大。之前天人界来袭，已经给他们一个惨痛的代价了，没想到还会第二次实施入侵天元界的计划。依我看，这一次天人界选择入侵我们的大界，似乎有些不简单，不应该按常理推测。苍渊古神眼神微眯起来，听着苍渊古神这么说，金罗古神也附和着说道：的确，如此反常必有妖，天人界不会蠢到自己去踢一块铁板。那按照你们的意思，这次的天人界必定有所准备，至于准备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一道带着磁性之声响起，正是赤鸡古神。不管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大礼，我们都必将他们除掉。犯我天人界者，杀无赦。地龙古神本就是脾气较暴躁，一听到天人界进攻，更是心中怒火中烧起来。如此也好，既然来了，这一次就不要让他们回去了。四大古神也是准备等待着天人界那一批强者，只要他们一旦进入天元界，那么就以第三序列神的力量，将他们的肉体击碎，让他们的灵魂永存天元界。通知各大诸天的大尊，准备在几个月后迎战天人界。金罗古神对着情报者挥了挥手，吩咐道。而那位情报者这是当即应了一声，然后电视退出了宫殿之中。第二等级的大界之战即将开始。不知不觉，时间又过了2个月。这2个月里，古元天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有人说，先天神冲击第一序列失败，神体受损，不敢从古元天出来。也有人说，先天神在冲击第一序列的时候，被那股力量所反噬，依旧陨落在古元天中。还有诸多种的说法也传入各大生灵的耳朵中。不管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只要先天神没有出现降临至天元界就好。而如今，他们天元界已经准备好，等待着天人界的到来。